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惊人的9大定律，原来这就是人性。在这个细腻而错综复杂的社会中，万象更新，变幻莫测。但当我们洞察到潜藏在其浮华之下的根本法则，我们便能掌握那永恒不变的智慧，以不变应对这个世界的千变万化。这些深奥的定律，其价值远超任何表面的技巧和短暂的巧合，它们如同智慧的钥匙，一旦掌握，便能开启理解人性和社会深层面的大门。100减1等于0定律。100减1等于0的定律，在数学上无疑是荒谬的。然而，在探讨人性的复杂走廊上，它却展示了一种残酷的真实。生活中，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对某人百般关照，我们的好意和付出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。然而，一旦有一次我们未能满足对方，所有的好忽如一夜春风过，消失无踪。就在这不经意间，之前所有的善举都遭到否定，甚至遭人忘却。人性的深渊是无法用纵容来衡量的，不是每一次真心的付出都能得到珍藏于心底的回报，不是每一次慷慨的给予都能收获满怀的感激。在这复杂的人心和艰难的世道面前，我们不必总是伸出援手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倾注全部的善意。你的真诚可能会换来背叛，你的宽容有时候会引来误解和冲突。因此，我们不应对任何人过分慷慨。在保持本性的善良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适时的说不，懂得为自己的边界划线，这样我们才能在给予与保护自己之间找到平衡，既不盲目的付出，也不失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2分钟黄金定律。每当你心里涌现出要做某事的念头时，赋予自己一个简单而强大的指令，在接下来的2分钟内立刻行动。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时间窗口，是转化意图为行为的关键。它不是刻板的时间限制，而是行动迅速的象征，一种打破惰性的心理战术。在我们的大脑中，拖延像一块巨石，沉重地压在行动的轨道上。它不仅激发恐惧，还不断剥夺我们的自信，使我们在挑战面前畏缩。但请记住，行动具有独特的疗愈力量，它可以破碎恐惧，激发内在的动力，引领我们走出舒适区。让我们细化这个法则。如果你想写作，那么在想到这个念头的2分钟内，打开你的文稿，开始写下第一个句子。如果你想开始锻炼，那么立刻穿上运动鞋，做第一个伸展动作。这是关于培养自我启动能力的法则，关于如何将想法瞬间转化为有形行动的艺术。2分钟并不足以完成所有任务，但足以启动一个行为，足以跨出改变生活的第一步。就像一场长跑，起跑的那一步虽然微小，但却至关重要。不要小看这个简短的时刻，它是战胜拖延的有力武器，是创造习惯的起点，是将你从懒散状态中唤醒的号角。今天，就让这个2分钟黄金定律成为你的行为准则。无需等待完美时机，那是不存在的。现在，就是你展开行动的最佳时刻。踏出那一步，即刻，没有迟疑，没有犹豫。行动就是最好的答案。3计定律。首先，聪明技巧。常言道，聪明出于勤奋，巧妙源于智慧。
但真正明智的人从不依赖捷径，他们知道，依赖运气、偶然之机或者投机取巧，所得到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影，一闪即逝，无法持久。其次，才华既傲，才华横溢的人更应脚踏实地，深入民众，怀抱谦逊。傲慢将是他们才华发挥的障碍，阻碍他们的真正成就。傲慢如袖，能够腐蚀人内心的力量，让最灿烂的才华溺于尘土之下，结果往往是才华被埋没，陷入困境。最后，平庸忌懒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平庸并非罪过，但懒惰却是失败的根源。即使是平凡之路，亦需要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步伐。懒惰是梦想实现的绊脚石，是进步之路上的沼泽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要用智慧而非狡猾导航，以谦逊而非自负推进，用勤劳而非懒惰行进。它们是走向成功的3个重要标识，指引我们在复杂的人生旅途中保持正确的方向和态度。4. 自在定律。当世界似乎与你格格不入，他人的行为让你不悦，这往往映射出个人内在修养的不足。通过内心的修炼与成长，当你登高望远，超越了一切小山小径，你将学会以一颗宽广的心怀拥抱万物。那时，世间再无难以释怀之事。普通人无一不带着凡尘俗世之气，只是每个人承载的世俗色彩各有差异。若能用一双慈悲的眼睛去看待每一位过客，视每一件发生的事为顺缘，将每一处环境视作最佳之地，那么一切不快便如烟云般散去。宽恕他人，不仅是对对方的仁慈，更是给自己的心灵解脱，是为了活得无拘无束，心灵自在。在宽容中，我们得以轻装上阵，以最轻松的姿态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刻。5. 鸭子定律。常人仅见鸭子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恬静地滑行，享受着似乎不费任何力气的优雅。然而，一旦俯身探视水下的秘密，便会揭示出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。那双鸭蹼其实一直在水中无声地努力滑动，不曾停歇。优雅是力量的轻盈舞步，华丽是实力的内敛表达。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轻松自在，实际上是长时间刻苦训练和默默付出的结果。人生之海浩瀚，遭遇的风浪千变万化，那些一帆风顺的瞬间，往往只是命运的偶然恩赐。唯有深藏功与名，厚积而薄发，方显人生的真正智慧。在波澜壮阔的人生舞台上，只有不断地挥动着生命之谱，才能抵达成功的彼岸，让世人惊叹于你如鸭在水上游之般的从容。6. 在乎定律。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，往往我们最渴望把握的，恰恰是最易从指尖滑落的沙粒。我们的内心越是焦虑渴求，手中的牌往往就越难打好。陷入过度在乎的漩涡，不仅会失去那份宠辱不惊的气度，也会丧失果断行事的魄力。那些渴望速成的人，往往希望每一次机会都能成为翻身的跳板，每一个瞬间都能一夜之间成就梦想。这样的急功近利，导致他们在每个选择面前都变得瞻前顾后，终究容易陷入自我设限的困境，进退维谷。许多人不解，为何努力似乎未得正果，不知其中有多少败给了心中那份切切在乎的紧张与不安。真正的智慧，在于深知何时该抓紧，何时应放手。
在不断的尝试与修正中，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对待生活的得与失，方能在人生的棋盘上行走得更加从容不迫，游刃有余。7. 高调定律。在成功的路上，每一步都宛如行走在光与影的界限，需要慎重而稳健。那些达到顶峰之人更是如临深渊，行于薄冰，知道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。相反的，那些尚在人生起步阶段的人，却往往有更多的试错空间，他们可以更加放胆探索，哪怕野性难驯，也正是成长的烈火和肥沃的土壤。但是，世上不少人却误解了这一法则的精髓。在青涩的年轻时代，他们多半过于谨慎，不敢放手一搏，因而错失了许多磨练与飞跃的机会。当他们攀爬到成功的高峰后，却开始放松警惕，胆大妄为，不顾一切，常常导致不堪一击，一夜之间江山易主。真正的高明之处，在于懂得在不同的阶段展现不同的风采，在成长中勇敢高调，大胆尝试，不惧失败；在顶峰时低调谨慎，持续警醒，稳固阵地。如此，无论在阳光下还是阴影里，都能把握生命的律动，享受不同阶段的独特风景。8. 口水定律。在人生的舞台上，当你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闪耀的让人目不转睛时，关于你的议论和评价也会如潮水般涌来。这便是所谓的口水定律。这一定律的本质，简而言之，即是随着名望的上升，纷扰也随之增多。余秋雨先生曾经洞察地说，一个人若无人非议，那其实并不真实，因为非议犹如影子，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成正比，地位越崇高，影子依然会越加修长。你并非万能的货币，不可能获得每一个人的青睐。生活总是充满辩证法的智慧，没人能够永远站在聚光灯下不被风吹雨打。得到的越多，失去的也必定不少。享受着名气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，也应有心理准备，接受他人的流言蜚语乃至恶意重伤。与其耗费精力过于关注旁人的议论，被他们的看法所困，不如心无旁骛，保持镇定，集中精力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与成长。在别人的口水中，依旧保持自己的节奏和方向，才是明智之举。9. 知止定律。在人生的征程中，那些我们轻视为微不足道的细节，一言半语，一念之差，一时冲动，都可能成为我们偏离航线的微小却致命的推力。至于言，言辞是心灵的使者，也是祸患的源泉。守住口，对不该说的话保持沉默，对不了解的事避免妄加评论。至于欲，欲望如同深不见底的渊洞，贪婪、懒惰、名利的追逐若无尽头，则如同不受束缚的皮影，一旦沾染便难以自拔。至于行，行动要有节制，非不可为，而是慎之又慎。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往往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。只有在行动与静止之间找到平衡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，享受至高无上的自由与逍遥。这份自制和明智的选择，是人生智慧的体现，是通往恬淡自在之路的关键。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下个影片见。